好有意思啊！切爾西在送別了2位主教練之後，老 K 都以為樹倒猢猻散了，可沒想到賽季末他們還進入了足總杯決賽。想想這要是羅塞尼爾還在，足總杯要是奪個冠，那麼整個對他的風評啊就完全要掉個個了。今天同時還有意甲都靈隊主場2-2戰平國際米蘭， AC 米蘭和尤文圖斯的神聖聯盟德比最後是0-0戰平。但意甲比較起來相形見絀，確實有些無聊。咱們先還是看一下英超。今天上半場切爾西氣勢如虹，先是若昂佩德羅小角度射門打中立柱，然後第23分鐘若昂佩德罗又完成了抢断，在右路助攻了恩佐中路的头球破门。還有咱們库库雷利亚的头髮真的像贵宾犬一樣，太惹人喜愛了。今天又被对面的球員勒温拉拽头髮，可主裁判竟然没有出牌。我记得这已經不是第1次第2次，應該是他的職業生涯第 N 次頭髮被拉拽了。這別致的造型也算是一個自帶 buff， 可惜英超裁判不懂風情，否則要是紅牌罰下，今天這場比賽贏的就更輕鬆了。到了下半場，由於是足總杯半決賽，雙方的拼搶越來越激烈，不過打來打去真正形成威脅射門的並不多。第47分鐘，對面替補登場的施塔赫起腳遠射，切爾西門將桑切斯的神撲化解。第48分鐘，切爾西從右路在前場打出配合，可中路的若昂佩德羅稍顯遲疑，機會就這麼錯失了。下半場第61分鐘，對面的球員阿姆帕杜悄悄走過來，試圖偷聽切爾西的教練給球員布置戰術，然後切爾西球員拉維亞果斷地將他推開，這引發了雙方球員的衝突。比賽即將結束前第88分鐘，切爾西的鐵腰凱塞多被對方放倒，痛苦的倒地，好在沒有大礙。世界杯越來越近了，各支豪門的球星现在如强弩之末，難穿弩高，總感覺每多踢一場啊，就有球星似乎要受傷。好，那麼贏下這場球，今天切爾西是第17次殺入了足總杯決賽，這個數字在英超僅僅少於曼聯和阿森納。而論功行賞，今天表現最好的仍然是前段時間被禁賽的恩佐。恩佐雖然忠誠度不夠，那也是情有可原，純粹是管理層瞎搞。但他在比賽中從來都是兢兢業業，不遺餘力，全力以赴。他今天9次對抗成功，4次奪回球權，3個關鍵傳球，2個射門，2次射正，還有1個進球。另外，正如賽後臨時主教練麥克法蘭說的，今天在防守方面，門神桑切斯真是神了。麥克法蘭說，桑切斯的撲救對我們切爾西來說非常關鍵，我們最近的零封場次不夠多，所以我為全隊感到高興，尤其是後防線和桑切斯今天能夠完成零封，這就是狀態最好的桑切斯，也是我們對他的期待。他具備這樣的能力，他在這些關鍵時刻就是世界上最頂尖的門將之一。幸運的是，今天他又兌現了這一點。而我們切爾西，我們擁有一些世界上頂尖的天才，我們有一支偉大的隊伍，偉大的陣容，我們必須努力去贏得每場比賽，這會很困難。因為我們要面對一些非常強勁的對手，但現在這支球隊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現在英超的各支豪門呀，感覺總是主帥下課之後，這臨時主教練越帶越好，就不知道剩下的比賽如果全勝，那麼切爾西會不會把他轉正，就像曼聯的卡里克一樣呢？所以足球俱樂部這回事還真的有些 buff， 有些魔法。今天也是換帥如換刀，首戰就結束了3連敗，拿到了近期最重要的一場足總杯半決賽的勝利。今天的第2場比賽，第2天的第2場比賽，我們打大一個年齡段的，輸了1-6，應該是，確實對方的水平要高很多呀，踢得非常的 aggressive，physical 非常好，完美的2場友誼賽結束。好，朋友們，在上一場皇馬1-1戰平以後，主教練阿維羅亞在發布會共9次抱怨了裁判，3次提到了巴塞羅那。你打平皇家貝蒂斯跟巴塞羅那有什麼關係？所以阿維羅亞23場帶隊已經有7場失敗，他的前任阿隆索帶了34場，只有6場失敗。但是厚此薄彼，阿隆索已經下課，阿維羅亞仍然留任。所以皇馬的球迷朋友千萬不要以為老 K 在黑，只是在這一次皇馬的重建過程當中，有些太刻意的轉移話題，通過攻擊其他的方面來給自己掩飾和粉飾，這一點未必就見得是很好的策略。好，感謝大家的支持和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咱們繼續。
今天在場上，過去的藍軍、鐵軍又回來了，防守硬朗，球員更是賣力。所以有时候好教練是真的能夠激發球員的鬥志，能讓所有的人死心塌地賣力去踢球，認真對待。本場球切爾西就像吃了興奮劑一樣，但現在也能看出，過去羅塞尼爾的最後幾場比賽確實是球員呀根本就不想給他效力了。目前在麥克法蘭過去的助教，現在作為臨時主帥，他會執教球隊到賽季末，而且切爾西已經將 U18 和 U21 梯隊的主教練都加入了一線队的臨時教練組，也是通過內部挖掘的形式豐富了現在這支臨時教練組的人員構成。所以有时候主教練這個工作呀，不需要太創新，也不需要太聰明，先守正再居奇。切爾西也好，曼聯也好，臨時主帥至少不整活，球員也就願意拼。說穿了就是和球員打成一片，大家一起商量怎麼踢，不亂搞什麼地面傳控型的门將戰術。今天踢的感覺就是過去馬雷斯卡的戰術，太明顯了。那麼能把球员的特點都發揮出來，那就是好教練。其實羅塞尼爾當時刚上任的時候贏的那幾場球也是这種感覺。切爾西這幫球員只要在場上不擺爛，只要不瞎踢，主教練只要不瞎指揮，嘴上不要瞎逼逼，那麼實力是有的，何至於像現在這樣被動？所以最重要的還是把鬥志找回來就行。羅塞尼爾後期最大的失敗，還是硬要將不成熟不熟悉的戰術強加給切爾西球員身上，結果把自己給玩破防了。那麼下賽季的切爾西，至少現在租借到拜仁的雅克松不會被拜仁買斷。今天雅克松的經紀人在社交媒體上說，雅克松現在經歷了一個非常出色的賽季，28場比賽10個進球，他是非洲冠軍，是德國冠軍，並且還晉級了德國杯決賽。雅克松仍然將在拜仁全力專注於歐冠半決賽對陣大巴黎的比賽，這對他和拜仁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賽季結束前盡可能贏得更多冠軍。至於未來，沒人能夠預料到，相信過程吧，一切皆有可能。另外，隊內就是關於恩佐的續約問題，如果不能續約，那麼切爾西勢必要將他賣走。還有夏天再好好選一個主帥。咱們從今天的比賽可以看出來，切爾西擁有一幫前途無量的年輕新秀。只是有一點，切爾西近6次參加國內的杯賽決賽都輸了球，都屈居亞軍。所以不破不立，希望這次進了足總杯決賽，能夠利用曼城瓜迪奧拉正在分心和阿森納搶聯賽冠軍。所以事不過期，輪也該輪到切爾西拿一次杯賽冠軍了吧？而且轉念一想，真正奪不奪冠也不是最重要，要的是這股子氣兒。雖然贏曼城希望不大，但值得展望。只要三軍用命加上阿爾特塔，如果阿森納最後崩盤，送給瓜迪奧拉一個聯賽奪冠，再加上曼城全隊復刻一下前年的聯賽奪冠之後喝了大酒，轉天的決賽就可能輸球。如此這般，那麼優勢在我切爾西想想2022年那一次的2個亞軍對切爾西來說太痛苦了，聯賽杯點球大戰一直踢到了凱帕凱指導，足總杯呢若日尼奧大師級的發揮，結果前場的球員各種浪費機會，最後又踢點球。最痛的還是打狐狸城萊斯特城那一次5年了，整整5年知道切爾西球迷這5年是怎麼過來的嗎？就算輪，是不是也該輪到切爾西贏曼城拿一次冠軍了？所以二桃殺3士，英超最後的大結局，阿森納、曼城、切爾西3大豪門卻只有2個冠軍可以分。那麼最後到底是怎麼樣的結果呢？老 K 瞎猜一個，客觀來說，老 K 還是猜阿森納拿聯賽冠軍，曼城拿足總杯冠軍。好，值得一提，這一次切爾西和曼城會師決賽，也是兩隊第3次在主要賽事的決賽中相遇。此前2次決賽交手，兩隊是各取1勝。18到19賽季英國聯賽杯的決賽，曼城點球大戰取勝；20到21賽季的歐冠決賽，切爾西是1-0取勝。老 K 個人觀點，我感覺歐冠決賽那一次比聯賽杯那個冠軍更重要。想想也就5-6年前，阿茲皮利奎塔作為隊長舉起歐冠冠軍獎杯的那一刻，真的是人生50年，如夢又似幻。好的，5月16日這次雙藍會，足總杯決賽將在溫布利球場打響。曼城已經連續4年闖進足總杯決賽，而切爾西近4年是首次晉級決賽。有意思的是，現在的切爾西過去名宿喬克爾今天力勸蘭帕德遠離藍軍切爾西的帥位，千萬不要接切爾西這份工作。但我倒覺得，當一個球隊真正處於低谷的時候，才真能看清誰才是最高的忠誠度，誰才是真正的把這個隊徽放在心中。好，今天的比賽左邊首發了一個加納喬，
而帕爾默第71分鐘被換上場。這两位現在的狀態是真差呀，跟右邊的佩德羅內托比起來，加納喬你也算邊鋒嘛。還有帕爾默、福登、薩卡這3位英格蘭過去最有希望的弟兄，竟然齊刷刷在世界杯年已經迷失了。再加上還有贝林厄姆，今年的英格蘭队啊，老 K 的英格蘭队今年又悬了，只剩一個哈里凱恩狀態好。過去的5個太子5子夺嫡的戲碼，這是全沒了，全廢。帕爾默賽季初我們就說過，他是一直深受腹股溝傷勢的影響，卻一直打停，沒有真正的好好休息徹底過，傷也就完全沒有好透。本賽季的發揮可算是災難。上賽季他是47次首發，18個進球，13個助攻。本賽季都要打完了，只有24次首發，10個進球，3個助攻，整個數據加起來甚至沒有上賽季的一半。而23到24賽季25個進球，15個助攻，這連續3年呀，狀態是一年比一年差。23歲的帕爾默甚至遠不如21歲。現在切爾西已經為帕爾默標出了高達 1.5 億英鎊的高價，但聯想到他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的狀態，這個價格肯定會嚇退曼聯的。只是曼聯那邊大逼哥逼費是越來越老，如果大逼哥不走，那不可能在前腰再買一個世界级巨星，但如果要給大逼哥未來找一個接班人，還真不好找。现在的帕爾默目前看來跟加納喬沒有區別，要對抗沒有對抗，要過人沒有過人，身上的傷應該沒有好透，踢不上來的他甚至感覺挺懶的，上來之後啥也幹不了，甚至加納喬在左路還能先嘗試突破後傳球然後丟球權，可帕爾默真是什麼都沒幹。加納喬嘛，他踢球啊就好像腦子裡根本就沒有對面後衛會上搶這個概念，他的背身永遠在等球過來，然後被對方的後衛斷掉。踢球最基本的，球要傳過來，你迎球跑上去接球不行嗎？這就跟玩實況足球不會迎上去接球是一樣的。小狗狗玩接飛盤都知道要主動跑到位置上去接，你站着不動，所以阿根廷队現在那麼缺邊鋒都不招你，那是有原因的。11萬英鎊的周薪大概率只能終老切爾西了，這又是一個未來炸彈小分隊典型的代表人物。好的，意甲臨近尾聲，國際米蘭的冠軍已經沒有懸念。今天在客場打都靈，61分鐘國際米蘭還客場2比0領先，可一不留神就被都靈連進2個2比2逼平。經常賭球或者玩足彩的朋友都知道，國際米蘭呀在這方面就是純的毒藥。像場上的奧古斯托表現太差，所有技術動作感覺都是變形的，這就奇了怪了。國米也沒有一周雙賽，過去奧古斯托也是替補，怎麼體能就這麼差？踢博德閃耀的歐冠的時候，他也是要对抗沒有對抗，要進攻沒有進攻，踢的一點積極性都沒有。本賽季的奧古斯托在國米陣中啊，完全是態度問題，神一場鬼一場，感覺非常的不夠穩定。最大的問題還是腳下技術太差，看他傳接球的姿態就是個普通球員。作為意甲的輪換是優秀的，但是作為首發絕對不及格。就這個水平，安切洛蒂竟然要想選他去巴西隊踢世界杯。今天2個丟球啊，全部是因為他。國米的主教練給了他連場首發的機會，最後就拿這個表現證明自己嗎？速度、技術、身體、頭腦4方面都不行，就這還想在國際米蘭接巴斯托尼的班？防守太軟了，踢球沒有頭腦，失誤非常多。所以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巴西隊現在是真沒有人才呀。奧古斯托在國家隊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前尤文後衛桑德罗，簡單說3個字，都不行。今天的比賽，國際米蘭必須表揚的是28歲的邊翼衛迪馬爾科。作為一個邊翼衛啊，又貢獻了2個助攻。作為邊翼衛，本賽季的聯賽已經是6個進球，18個助攻。看他有時候踢球在前場確實是積極性拉滿，最犀利的進攻武器就是通過配合跑出空位，然後傳中，典型的傳中虐菜王。迪馬爾科也突破了意甲歷史最佳單賽季助攻紀錄。但是意大利隊的球員呀，其實實力都一般。所以迪馬爾科的數據雖然顯眼，但也只能待在意甲。目前他已經接近和國際米蘭續約到2030年，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好，另外一邊神聖聯盟德比 ，AC 米蘭主場0比0戰平尤文。上半場孔塞桑的右路突破傳中，圖拉姆一個鏟射破門，但被吹越位，進球無效。下半場薩勒馬克爾斯有一個打中門框，這場球也是標準的給意甲聯賽打個廣告。廣告效果呢，就是千萬別再看了。首回合2個隊就打了個0比0，次回合又來一個。
比賽唯一的看點就是看台上的曼聯球探本來是來考察萊奧的，結果發現最後孔塞桑可以。至於比賽呀，一句話，最後連裁判都不想再看下去了，早早的提前幾秒吹哨結束。當年史上最難看的歐冠決賽就是 AC 米蘭對尤文圖斯，當時這兩個隊是誰也進不了誰的球。2003年，當時呀 AC 米蘭淘汰了國米，尤文淘汰了皇馬。但特別有意思的是，神聖聯盟德比總是0-0，但0-0的比分在米蘭德比或者國家德比很少出現。所以一句話 AC 米蘭和尤文图斯只有看到了国际米蘭才气不打一處來，像打了鸡血一樣。而兩個隊自己踢嘛，就是一场大家事先都知道會打平，接受打平，期待不平，但最後還是打平的比赛，這就是意甲。比賽前老 K 就猜0-0，最後一看還真是。有意思的是，场上洛卡特利和拉比奧两個人看起來動作很大，好像要火星撞地球，你給我一下，我也給你一下。可最後仍然結果是心照不宣，踢了個0-0。唯一啊，就是過去咱們西甲皇馬球迷啊，又能看到莫德里奇老而弥坚的表現。他今天跟洛卡特利争头球那一下，头碰頭，完全的体现了自身的職業精神。這對比場上另一個萊奧，你就知道老 K 的語言就算再豐富，也形容不了萊奧的懶惰和那蒙娜麗莎一樣迷之微笑。每一場 AC 米蘭的球看下來，都看得出來他是真不想離開米蘭呀。球迷們是越看越氣，真想拿鞭子在場上抽你。每次隊友斷球快速反擊的時候，他攤手要球，拿到球了之後呢，隊友都在往前衝，咱們萊奧慢悠悠先走幾步，然後一腳回傳。只要打開米蘭的比賽，每場球都能看到這個鏡頭。AC 米蘭的前鋒群們已經連續7場不進球了，令人發指啊。所以 AC 米蘭啊，或者說意甲聯賽第一球星，咱們大名鼎鼎的萊奧，4年前進了16個球，3年前進了15個球，去年進了12個球，今年只進了10個球。芝麻開花是節節高，萊奧踢球是節節低。就這竟然還有消息說曼聯已經將萊奧列為優先目標，我的個天呀，曼聯你是瘋了嗎？還不如買尤文圖斯同樣是葡萄牙人的孔塞桑呢。雖然踢球也很抽象，但至少他一打 AC 米蘭就來勁兒，腳下頻率非常快，能夠上演世界級的突破。只是突破完之後，他也不知道該幹啥了。什麼都很好，就是最後的處理球，先得抬頭看看人。每回看孔塞桑突破開心了之後，就不管不顧了。突破是全場最佳，但射門和傳球太差，還是需要更多的冷靜冷靜。今天在場上把 AC 米蘭的左路給突爆了，全場嘗試過人6次，成功過人5次。所以這麼一個大殺器啊，只有23歲，身高1.70米，但是如此多的突破數據，本賽季最後只有3個進球4個助攻。最近有消息說巴塞羅那總監德科看上了他，已經正式就引進小孔塞桑展開了接觸。好，接下來咱們輕鬆一下，先看一看前所未見的盛況。皇馬 TV 啊，在球隊基本告別西甲冠軍爭奪以後，再次開啟了大招，開始猛烈抨擊裁判。他們在賽後節目中將貝蒂斯球員羅德里格斯的一次非點球畫面重複播放了250次啊！然後節目中皇馬 TV 直接將矛頭指向了西甲聯盟主席特瓦斯，還有西班牙足協主席，還有巴塞羅那，還有其他的媒體。現在皇家馬德里的電視台長期通過視頻反覆攻擊裁判，已經成為他們的官方武器、常規武器、重點內容。但即使如此，這一次的做法也創了吉尼斯世界紀錄，前所未見，將一個非點球的畫面重複播放250次啊，準確說是245次。還有皇馬 TV 不斷地借內格雷拉案攻擊巴塞羅那，也對其他的媒體提出批評。這一切的做法，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為了再次試圖解釋皇馬這個賽季為什麼會失敗。因為現在皇馬的規劃非常不理想，本賽季很可能或者是已經4大皆空。所以有意思啊，今天的皇馬 TV 進入了循環播放模式，在第1個小時反覆播放羅德里格斯的手球畫面，每組還有5個不同角度的鏡頭組成，不斷的連續播放，幾乎就是把爭議畫面設置成了自動播放。有時候啊，太極端的把一件事情做得太過，反而會引起其他人的反感。老 K 和所有的非皇馬球迷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真正的皇馬球迷怎麼看待這一切。從老佛爺到體育總監，現在皇馬是越老越糊塗了嘛？這種下三濫的做派感覺很給自己招黑呀。
好，另外在托特納姆熱刺保級戰對陣狼隊的比賽中，荷蘭球星哈維·西蒙斯因傷離場，最後消息傳來重傷，本賽季報銷，而且無緣世界杯，前十字韌帶撕裂，預計只有2027年才能重返賽場。完蛋，如果本賽季熱刺真降級，這重傷也賣不出去呀，付出了還只能踢英冠，這可是20萬的周薪呀。唉，一個哈維·西蒙斯，一個沃爾特·馬德，這都是過去在德甲2個和拜仁慕尼黑擦肩而過的巨星，可現在到了英超過得都不好。對西蒙斯来說，俱樂部現在可能降級，世界杯國家隊也去不了了，自己還重傷，這一切真的太慘，對他來說太殘酷了。好，皇馬現在已經開始提前就今年夏天展開行動。今天的報道，他們即將以900萬回購尼科帕斯，已經就此通知了科莫隊和球員本人。這是在24年8月，當時以600萬歐元將尼科帕斯出售給科莫隊時，加入了一個900萬歐元的回购條款。本賽季尼科帕斯在意甲37場比賽已經累計打進13球，還送出7次助攻，這還只是一個中場球員的數據。他目前已經被頻繁招入阿根廷國家隊，今年夏天有很大的機會參加世界杯。而皇馬今天，他們的鐵桿球迷阿斯報的副主編龍塞羅又說，皇馬是不會給巴塞羅那列隊的，我們只會給清白的人列隊。哎，這一切又在引戰，總感覺這幾年的肆意妄為、無視規則、傲慢無禮，越來越有點給自己的球隊招黑的意思。OK， 關於 C 羅，近期有葡萄牙的前國腳若澤·豐特參加節目的時候談到了 C 羅少年時期。豐特說呀，我們當時聽到傳聞說 C 羅在11歲、12歲的時候，半夜被發現在健身房裡揮汗如雨，試圖變得更強，試圖超越所有人，這簡直聞所未聞。我從未聽說過有哪個男孩會在那個時間點跑去健身房工作，並且那麼小就已經想要通過這種方式測試自己的極限。所以後來 C 羅進入葡萄牙成年國家隊的時候，他的生活習慣迅速給葡萄牙隊樹立了高標準。對我們來說，他就是一個充滿啟發性的人。我們看到 C 羅始終以身作則，爭取第一，試圖展現自己努力工作的路徑。我覺得他非常有感染力。我們其他人都會試圖觀察他的飲食，觀察他是如何去健身房鍛鍊的，觀察他在訓練後和訓練前都在做什麼。所以對於我們這些球員來說，那裡就有一個人可以向我們展示完全不同的東西。所以今年世界杯，任何擔心 C 羅在北美的酷熱潮濕環境下體能狀況的人不必憂慮，他已經開始為世界杯做準備了。C 羅正在執行自己的訓練計劃，以便在世界杯期間達到最巔峰狀態，向世人證明他依然是那個核心人物。好，皇馬的主教練方面，今天重要的消息傳出來，穆里尼奧已經私下向身邊的人表明想重返皇馬，这种意願非常強烈。穆里尼奧100%想開啟在皇馬的第2篇章，他感到很興奮，但最終決定權仍然在皇馬主席弗洛倫蒂諾手中。穆里尼奧本人的感覺是，如果能再次執掌皇馬，他會非常激動，而且這一點皇馬和老佛爺已經心裡都很清楚了。他們知道穆里尼奧隨時準備回來，何塞·穆里尼奧的意願是擺在明面上的，接下來就要看皇馬怎麼選。所以穆里尼奧是真想回去皇馬，他已經私下跟身邊的人都說過了，剩下就要等皇馬的了。OK， 提醒大家，明天有英超曼聯對布倫特福德的比賽。雖然曼聯排名第3，已經幾乎鐵定能進入下賽季歐冠，但我們最關心的還是主帥卡里克能不能提前鎖定轉正。所以時過境遷，現在的曼聯老鷹生少陽，已經是英超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勵志典範。而切爾西熱刺的抽象劇情還會走多遠？咱們千萬不能走開。所以感謝大家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